大家晚上好，我们早开始个1-2分钟，让我看看啊，这是我自己写的，我是第一啊，又回美国了，直播时间早上6点赶不上，只能提前留言了啊，没关系，这个我们在全世界的网友都不一定时间合适啊。最近有一个叫老蒋去靠谱，没看过啊，这个没看，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AI 服务器3年涨5倍，这个预测靠谱吗？这件事是这样啊，就是说它是个很动态的事情。AI 服务器呢，现在确实是在涨价，但是同时呢，它的算力也在快速增长，所以你可能3年以后涨价上去以后的这种 AI 服务器呢，它的算力可能是现在的几万倍啊，所以你不能按台数算这个东西。另外一点呢是，我觉得从 AI 服务器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呃，现在有可能快要达到瓶颈了。对，这是一个不是那么好的事情吧。我们又有一位绿色的朋友，还不是管理员呢，来发个小扳手，然后我去发一个推文，C，然后这个这里回撤，对，直播开始了。亲自下场，这第一，谁比得过？哎，这就对了。要不然你们经常是提前好久、提前好几个小时来问问题，这个咋弄啊？赶紧去偷窥一下哪个啥啥剧靠谱。哎呀，这个你们就看我就行了啊。AI 服务器如何涨5倍？数量、算力、价值、价格，是的，这个所以这个问题比较奇怪啊。第一被自己抢走了，这个不算抢了。又是第一次赶上啊！点赞、收藏、小铃铛，感谢。今天想升级 iOS，先用 iTunes 备份，还剩5%左右，提示 C 盘不足失败了。哎呀，这个用 iPhone 呢，你最好是苹果全家桶啊，你像我现在就是苹果全家桶，然后必须给 C 盘扩容。哎呀，你怎么说呢？你可以把 iTunes 装在 D 盘。重新用又花了2个小时啊，更新 iOS 了。其实像我们更新 iOS 都是不备份的，直接就在手机上更新了。欢迎成为新会员，我们又有一个新会员。添加成管理员。嗨，你好，先赞后看啊，这是个好习惯。晚安。放下手边的事来看直播，欢迎欢迎。是不是搞错了，把我加成管理员了？哦，好吧，有诚实的朋友。是多加了一个，没事。讲房产啊，给一个数据点，今年买的北京远郊区县的房子降了80万，300多万成交啊，挺好。老百姓没钱，姓没钱，这是什么意思？好，我们准备开始今天晚上的直播。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 YouTube 频道。今天咱们来讲2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城镇化改革，用户籍制度祭天，寻找房地产的解药。第二个话题是扎克伯格跟黄仁勋，除了换皮衣还能聊点啥啊？这今天是2个话题，先讲一个内政的，再讲一个 AI 的。好，第一个。
城镇化改革用户籍制度祭天，寻找房地产的解药。首先，他们发了一个文件啊，这个文件的名字特别好啊，我们要好好认真的解读一下这个文件的名字，叫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5年行动计划。快憋死我了，对吧？这个名字首先有以人为本啊，就是说我们不是为了大家的政绩好看，也不是为了地方经济发展，就是想让人的日子过好一点啊。然后呢，叫新城镇化改革啊，新型城镇化，这个跟原来传统的是要有一点点小差别的。还有呢，就是5年时间啊，这是非常详细的一个时间点啊。当然了，你说是不是会有人反着读呢？对吧？就像是不惜一切代价，你就是那个代价，对吧？然后说你一定要如何如何，你通常不在这个里面啊。这个大家也可以尝试正反都去思考一下，是不是以人为本？我们反过来是什么意思呢？啊，新型城镇化到底跟以前的有什么区别呢？5年到底会做完还是会烂尾呢？啊，这个我们永远是站在中间啊，稍微有时候偏左一点，稍微偏右一点，但是听这个频道的人都知道，咱们从来不站在说全是坏人啊，全是好人，这个太简单了，没意思。但是呢，这个情况到底是在正反之间的哪一面，大家各自去理解，各自去执行。首先讲一讲说为什么出了这样的一个文件，现在遇到了很多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城里其实大量的人是农村户口啊，叫农民工进城，甭管是在富士康里边给人打螺丝的人，还是在北京饭馆里边去做各种工作的这些人，实际上都是农民户口啊，或者叫农村户口。那么农民工呢，在没有城市户口的情况下，所带来的各种的问题，其实他们是解决不了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医疗保障。对吧？你说我一个农民工到了城市里面去，怎么去看病，怎么去购买社保什么这个东西，其实是没法搞的。第二个呢，很多城市没有给他们买房子的权利啊，你必须是户籍啊，有这里户籍，或者是你在这里交满多少年社保，你才可以在这里买房。农民工也没有这个权利，买车上牌啊，这个也很麻烦。哪怕说，哎，我回家买车去，你回家买了车呢，外地车你要在北京这样的城市里行驶。也是个很烦的事情啊，更别说子女上学。前些年还有叫农民工子女小学、农民工子弟学校，还有这样的学校出来。因为大家知道，在中国所有的这些公立的中小学都是跟户口绑定的啊，你没有户口想在这里上学，想都不用想，更不要说想在这里升学，想在这里去小学考初中，初中考高中啊，高考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农民的养老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麻烦。我记得我以前有一个朋友就跟我讲说，你真不了解农村啊，说这个城里人跟农村的最大区别就是城里人有退休金，哪怕你不是退休金，你是有养老保险，甭管多少啊，它都是一个钱。你到了农村，他就没有这笔钱啊。一旦这个老年人失去了劳动能力以后，那就完完全全成为家里的负担。你去看病、去吃药，所有这些事情。那就看家里每一个孩子的脸色都很难看，对吧？很多老年人就舍不得吃药，舍不得看病，特别是一些慢性病，对吧？你比如高血压，你需要长期服药的这些老年人就只能生扛到这个自己扛不过去了，人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麻烦。所以很多的农村的人会因病返穷，所以这个就是在城里人是无法想象的。因为城里人有退休金，有医保，对吧？很多的城里人有一些农村亲戚的，他们会干嘛呢？就是会在开药的时候多开一点，对吧？然后让他们拿回去吃，在没有医生这个处方的情况下去吃的，那就自己性命由人了。这种事情，对吧？前一段时间还有一个特别有名的片子，在国内放了一下以后就直接下架了，后来在 YouTube 上放了很久。对吧？而且还引起了广泛关注，叫《如此打工30年》，就是一帮农民工在城里面干到60岁了，对吧？他说我们也没法回去，回去了呢也没有医保，什么都没有，也没有攒下钱来，然后所有的工厂也不要他们了啊，他们只能是在大桥底下去打零工，
有任何人说，哎，我今天需要人去扛水泥，我需要人去挖沟，我需要人去做事情，他们就赶快冲上去。如果找不到事情做，那么今天就没有收入，对吧？那么现在其实很多农民工，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批农民工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50多岁近60岁了啊，在城市里回也回不去，因为回去了以后，家里边的地可能也被兄弟啊、被亲戚给分掉了啊，自己也拿这个地也没有什么办法，然后回去也没有钱啊，这就只能这么待着，在城市里没准还万一有一天找到点零工，还能稍微有点小收入，对吧？他们是这样在生活。那么这些农民工呢，也惦记着落叶归根到底怎么回去，这就是现在遇到的问题。当然了，农民工进了城以后呢，你没有享受到各种权利啊，但是呢，也没有享受到啊，就是也没有履行各种义务。义务是什么？买房。其实刚才我们讲了，我们不允许他买，但是现在呢，我们是需要农民来买房，对吧？那么他们也没有履行买房的义务，然后呢，他们也没有去交社保，特别是他们如果交的这种乡镇的社保、乡镇居民社保，一个月交个可能一年交个几百块钱，对吧？那么这种对于整个的社保基金池的这个充盈是基本上没有帮助的，啊，不买车，不买其他的这个消费品，对吧？也就是不好好消费这件事情，是农民工到了城市里头没有尽到的这种义务。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不上学，对吧？子女原来说我们不让他上啊，我们建这个农民工子弟小学，他们只能上这个。为什么是农民工子弟小学，没有子弟中学？他没法参加小升初的考试嘛，所以他是没法去上这个农民工子弟中学的啊，他们只能上这个子弟小学，对吧？那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现在城市里边的这个人口崩塌了，对吧？学校该倒闭了，现在想起来了，哎，你怎么可以不送孩子来上学呢？那你要送孩子来上学，你要让我的学校活下去，对吧？现在等于反过来了，他们甭管是享受权利也好，还是履行义务也好，原来城市的各种资源是相对紧缺的，说，哎，你不能来买房啊，你不能在这买车，你不能来上学啊，你不能在我这看病。现在呢，城里边的没有人了啊，那么现在说，哎，你得上我这来买房啊，你得上我这来交社保啊，你得在我这买车，你让小孩在我这上学。现在正好反过来。当然了，也有很多农民呢，并不希望放弃农村户口。我记得我小时候是这个过程叫农转非啊，就是像我们这种城镇户口呢，不叫城镇户口，我们叫非农业户口。所以呢，就是从农民进城这个过程不叫农村户口转城镇户口，叫农转非啊。我还记得特别清楚，小时候发粮票，然后班里头有几个同学是农村户口，他们是没有粮票的，只有我们这种城里人才有粮票，对吧？因为什么呢？就是他们家里产粮食啊，你自己回家多吃一口，多拿2根这个玉米棒子，他就吃饱了。但是像我们这种城里人呢，我记得小时候大概从很小就开始发粮票，是男生发，然后女生不发。那个制度好像叫男生补粮，就是如果你是城里的小孩啊，这个是男生，对吧？那么家里发的粮食是不够吃的，或者发的粮票是不够吃的，所以呢，这个学校里会再发一点。当然后来粮票不太使的时候，我们就拿这个发的粮票去换东西啊，换麻将啊，换什么这种东西啊，这是后话了。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土地承包权啊，宅基地的使用权、集体收益的分配权，就这些东西呢，农民其实不想放弃啊。你说你现在转城市户口了啊，我们欢迎你，那农民就跟你说了，那我地怎么办啊？我原来承包了地，虽然我出来打工了，但是我承包的地的这个收益啊，我们家老人帮我看着呢啊，或者我儿子帮我看着呢，或者我弟弟帮我看着呢啊，他是有收益的。啊，然后我农村还有宅基地，对吧？我完全是可以在宅基地上自己盖个房子，对吧？那么这个你一旦让我农转非，这玩意儿就没了啊。然后集体收益分配权特别好玩，这个东西，对吧？很多的乡镇集体会干嘛？卖地，卖完地以后呢，他就会说，哎，我们一个村子的人，我们把地卖了，然后大家把这钱分一分，对吧？甚至还有一些村镇集体会自己盖工厂，有一些收益啊，说我们也可以把钱分一分。我记得当年有一次出差在宁波住酒店，还是很好的酒店，就遇到过这种乡镇旅行团，对吧？他们是一个村的人啊，然后呢，大家反正村子里有钱嘛，就带着大家一起出来玩来，对吧？也住在那个很好的酒店里面。这个在
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区域啊，他们都是有收益的啊。那你说农转非，他们不乐意啊，我们还要这些东西啊。记得前几年还出过一次什么事儿呢？就重庆干过一次，说很多的农村的学生跑到重庆城市里边去上学，上完学以后呢，就直接把这些学生的户口给转了啊，农转非了。然后直接剥夺了他们农村户口，然后把农村户口里边所携带的这个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啊、集体收益分配权直接给他剥夺了。然后当时是很多的重庆周边的农民去围攻那个学校，对吧？这个事情也发生过。后来说我们啊不强制做这个事情，给你放回去。为什么重庆当时干这个事儿？你想他当时刚从四川分出来，成为直辖市，对吧？周围肯定很多的农村地区都是，就是土地被农村占掉了啊。那么他们要尽快的把这些人清掉，啊，清掉了你们都变城里人，然后我就可以拿你这块地啊，再去做其他的这种建设了，对吧？他需要干这个事情啊，其实干不了啊。那么这个是农民不愿意去放弃农村户口的一个原因啊。当然现在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了，比如说烂尾楼啊，然后房子卖不掉了啊，包括消费崩塌，都是现在遇到的问题。那么遇到了所有这些问题以后怎么办呢？现在国家找到了解决方法。大家注意啊，我们开完了20届三中全会以后，后边这1个月里头就会陆续的出各种各样的文章，对吧？现在这个也是这个20届三中全会这个出的一个精神啊。然后现在说我们具体执行的方式呢，也就是说我们做新型城镇化改革啊，做这件事情就可以解决刚才我们讲的所有这些问题啊。但这个想的很好了，在20届三中全会的这个报告里头，实际上有这么一句应该是有这么2到3句吧，就讲这件事情。一个呢就是城镇化改革，第二个呢是要让所有的这些农民呢可以有一定的依靠，对吧？要做全年龄段的这种基础保障啊。那么有这么几句话在讲这件事儿，那么现在就变成了一个很完整的文章啊，具体的实施方式就来了。那么现在找到的解决刚才我们讲的这些问题的方法是什么？第一个，政府出钱。那这件事肯定要出钱嘛。政府其实手里是有钱的，他印了很多的钱，只是呢他这个钱不敢发下来，因为一旦发下来以后，这个钱就不见了，对吧？因为各级政府都是跟漏的跟筛子似的，所以这个钱是没法往下发的，所以只能在政府手里头。那么政府这个钱原来说，我们怎么去把这个市场激活又激不活，都变成了这个国债啊，然后最后让国债收益率暴涨完全没有办法这个事情怎么办？现在政府说来拿钱从开发商手里头把那个卖不掉的烂尾楼烂尾楼他不要，你还是得保交楼，得不给我楼盖好了但是可以把卖不掉的房子给他买下来。所以现在政府出钱去买房或者呢是让开发商，你不是欠钱吗？你把这房子拿来抵债吧抵给政府，政府拿着一大堆房子，然后拿着这个房子以后呢，再给这个农村人一个合法合理的身份，你就留在城里吧，你就可以消费这些房产不一定是要买这个房子，你哪怕租呢或者廉租房，我怎么给你收拾一下，对吧？那么他们就可以来使用这些房产当然也有一些说在农村在城里混的还可以的，对吧？你就可以来买这个房子。那么在城市里边呢，也可以再去搞一些大基建了，对吧？搞啥呢？就是比如说以旧换新把小区太旧的拆一拆，特别像原来的城中村什么的把它腾退一下。因为大家想城中村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原来这里是个农村，然后呢这些地呢实际上就是村委会的地，也都是农民用地。现在好了，我们把这个地想办法收回来，然后呢把这个城中村扒掉，然后再去盖一些新的这种建筑出来又可以再搞点基建，只要搞基建嘛，那么就有人卖了水泥进去了，有人卖了这个建材进去了，有人进去上班干活了，对吧？那么这个事情等于整个经济就转起来了那么这些农村的人到了城里以后，你就不能再去交这个城镇居民的社保了吧？你应该老老实实交这个职工社保了吧？对吧？就像我现在交的就是职工社保嘛那么就有更多的人来去交社保也有更多的孩子可以在城里上学，那么城里的这些学校呢就可以活下去了。当然乡镇的学校就拉倒了那么让农民工呢就可以在城市里边落地生根你就在城里消费就完了，别回去了。甚至呢你把家里的老人孩子都接来，对吧？一家老小全都接到城里来过活
啊，那你就得在城里边消费嘛，啊，那么这个过程做完了以后呢，也可以盘活农村的土地啊。这个我原来的公司在城乡结合部租的这个别墅，对吧？经常有农民上来闹事儿，为什么呢？因为盖别墅的时候是村委会把这个村里的地给卖了，卖完了以后呢，按道理说应该是给这些村民分钱，但是呢，这个村民就觉得分的不合适了，分的少了或者没分着，对吧？他就不停上来闹事来。那么如果以后说，哎，我们就这个什么了啊，就把这个地都收回了啊，这个你们都农转非了啊，这个地都已经变成国家的了啊，那么后边就不会有这种事情了啊。这个预期呢是原来是富了一帮的村霸，那么现在呢不如收回来啊，政府统一的处理。就像原来我们讲的是，就刚才我讲那个我们租别墅那故事，对吧？谁挣着钱了？就是村子里头的村支书啊、村长啊，这帮人挣着钱了，对吧？那么现在说算了啊，咱们统一政府一起来，这就是现在啊解决的方法。那么具体怎么实施这个方式呢？啊，具体的实施方式是，第一个就是啊这个农民工以及随迁家属一起进城啊，这是第一件事儿，就是你们必须得进来。那么进呢，就是第一个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啊，你甭管你是住在哪儿，比如说我住在一个什么样的小城市里啊，当然你说我住在北京，那北京呢也会给他们一些，但是他们就应该拿不到北京户口，他们应该会拿到北京的居住证，然后居住证呢以后要享受跟户口的可能有一些权益，他们就可以享受到了啊，但是高考我估计他们还是享受不了啊，然后下一步。你进了城了，包括家属都进来了，怎么办呢？买社保吧，啊，做这个住房保障吧，然后随迁子女的义务教育啊，这件事情是要去做的。然后啊，未落户常住人口要享有均等化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啊，就是甭管你是不是落户在北京了，或者落户在什么城市了，啊，都要让他能够享受到基本的城市里的人啊所提供的服务。当然了。该尽的义务他得尽啊，交社保啊，什么做这个义务教育啊，什么他得好好的交钱去。这是啊，这第一个大的动作。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它的目的是什么？叫缩小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之间的差距。这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像我们比如说在北京的人啊，北京的人，我们有北京市城市户口的人，我们的城镇化率是多少啊？可能是50%或者40%多。然后呢，常住在北京的人啊，这个城镇化率有多少呢？啊，大概有70%到80%，这个中间差距很大。现在就是必须要把这个数拉平啊！为什么要拉平？因为常住北京的这些人，实际上你说他没有享受到社保，对吧？也没有住房，也没有让子女上学，但是其他的服务他其实享受了，公共卫生啊，这个公共交通，其实很多的北京市政府的这些这种公共开支，他们实际上也享受了，但是呢，他又没有做其他的这种贡献，对吧？那么想让一个城市里边啊，让你把这个政府的账收齐，那么就一定是什么？就是所有在这个城市里头的人啊，你们好老老实实的把这个义务都履行掉啊，然后我再让你去享受其他这些服务啊，享受其他的一些权利啊。当然了，针对上面我们讲的这个土地承包权啊、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的问题呢，啊，这次也专门强调了啊，不能一刀切。当然了，这个很多事情大家可以正着读，也可以反着读啊。到底哪里是一刀切了，哪里不一刀切了？这个可能，比如说在江浙沪、在珠三角、在包括北京周边一些天子脚下的地方，他们就会不一刀切啊。但是你说会不会有一些穷山恶水的地方啊？这个当地的执行者就会稍微的简单粗暴一些呢？不知道啊，这个事情我们不知道，不能去下这种结论啊。所以呢，人家专门写了不一刀切。那么就是说，上面刚才我们讲这3个权利啊，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啊，不得以退出上述权益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啊，你可以继续保留这个东西啊，我也依然允许你进城落户啊，这是讲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点。但是呢，
这个后面还有2条，就是针对这些我又不愿意放弃权利，又要进城去落户的农民的啊，哪2条呢？第一个叫做规范开展农村不动产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啊，什么意思？就是丈量一下土地呗，啊，这个地到底是谁的呀？他在不在这儿啊？对吧？到底是这个一个老人看着多少家人的地呀，然后你就租给别人了，这个事儿是不行的呀，对吧？他要做这件事情，所以呢，要对农村土地进行重新的计量和登记啊。那么一些原来做的这种啊，这个你说你不愿意放弃，那你看你这个账不清楚吧？我帮你收拾收拾，哎，没了，对吧？这个也是要去做的啊，是第一条。第2条是什么呢？第2条叫做自愿有偿退出的办法。对啊，那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还是要退，但是呢，是第一你是自愿的啊，这个不自愿的这个事儿是不行的啊，你一定自愿。第2个呢，有偿，我给你点补偿啊，你把这事儿退了完了啊。那么一旦有了自愿有偿退出这件事儿呢，这个我觉得强拆的故事就应该还会在极个别地区会上演，对吧？那么村霸们，对吧？还有最后一波的利用价值，等利用完了以后，这些民愤积攒到一定程度啊，再杀鸡儆猴啊，也不叫杀鸡儆猴了，或者说啊，我们杀掉一些这个村霸，然后给大家解解气。哎，这个事儿你看，不是党的政策不好啊，只是他们执行歪了嘛。啊，所以呢，这些农民还是会放弃刚才这3个权利啊，但是放弃的方式，第一个就是他们去重新去丈量土地啊，重新发证啊，颁证嘛，他们叫。第2个就是让你自愿有偿的退出啊，最终还是会放弃的。那么这一次呢，进行新城镇化改革，不是在全国普遍推开啊，它有重点区域。重点区域呢，一个叫弋中南啊，也就是河北中间靠南一些的地方，然后呢是皖北，然后是鲁西南啊，鲁西南应该是在，可能应该是跟弋中南差不多的一个地方，我觉得应该是挨着的。然后是豫东南啊，这个豫是，豫是河南啊，豫东南，然后是湘西南，啊，湘应该是，湖北啊西南一块儿，然后呢是粤西啊，就是广东的西边，川东啊，就是四川东部，啊，那么是这些地方呢要重点开展。这些地方都在哪儿啊？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印象啊，因为这些地方我应该都没去过。但是看这个名字呢，总觉得好像以前很多剿匪电视剧都是在这边拍的，什么湘西剿匪记呀，什么什么这样的，好像这个一些老区啊，什么好像是在这边啊。这个但是具体我不是特别熟悉了。但是你们想拍剿匪电视剧的地方，通常是什么？穷山恶水出刁民的地方嘛。啊，那么就是这些地方要去重点的发展啊，但是具体能发展成什么样，咱们就不了解了，因为这些地方我都没去过啊。并不了解。那么要干嘛呢？拿这些地方要发展重点的产业带啊，就是各种的跟生态相关的产业带要在这里去发展啊。土地政策叫一县一议，就是每一个县可以有自己的土地政策，到底怎么去丈量土地，怎么去使用这些土地啊？那么这些地方先上，这些地方呢，应该是什么？就是地方债估计比较严重的地方。那么他们可以把这个土地怎么去处理一下？因为城里的土地已经卖不掉了嘛，这个也没有开发商去买了。那么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把乡村的土地处理处理啊？然后呢，把乡村的土地比如集中起来，我们去做一些这种大型的开发啊，没准还能够再卖掉一些钱啊，又可以把地方债处理一下。你看，这不是一举多得嘛？啊，当然了，当年的这些地方债很多是怎么来的呢？西部建设、西部大开发啊，本身就留下一大堆坑。那么现在呢，在这样的一些重点挑出来的地区，最后到底是能够解决啊这个很多问题，既要又要还要也要啊，一管这个就是可能是叫做一巴掌下去可以一下得到很多个枣，还是说又挖出一堆坑来？这个我们要去看啊。这个是说让他们去进城到这个地方去开发那么户口制度呢，肯定是要去调整的。但是户口制度像北京一帮人想进来说想都甭想户口呢肯定还是饿的饿死，撑的撑死，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现在要求是什么？就是经常居住地直接登记户口。比如说你居住在一个小的城镇里头那么我就可以去登记户口了比如鲁西南可能比如说临沂临沂大概应该是鲁西南吧，至少是鲁南这个好临沂好像真的是鲁西南那么比如说你原来是周边的农村的你现在住到临沂市区里来了那你就可以直接登记，我现在就是临沂市的这个户口了只要做这样的一个登记，但是呢，是300万以下的这个城市直接取消落户限制想来就来，就是300万人口以下的。但是咱们比较知名的那些城市，比如说像鹤岗比如3万块钱可以买套房，5万块钱买套房这种地方，还有像什么乳山就是山东乳山银滩，也是海边的一个，号称可以花10万以内买到一套海景房的地方，对吧？这些地方都有多少人口呢？只有50万人所以呢，他们肯定是欢迎大家去，但是谁敢去，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然后300万到500万之间的这种城市呢，要求放松限制，就是还是可以限制的但是要放松一些。什么样的城市有300万到500万之间呢？比如像大理就是相对来说还有一点小特色的这种旅游城市他们是有300多万人的。500万以上的城市呢，还是要积分落户但是呢，建议呢取消这个或者说放宽积分落户的这个门槛另外呢，要鼓励取消年度名额限制。原来积分落户的是1年多少个现在说甭费这劲了这个想来多少来多少，只要积分够了全来现在要走这条路。那么北京户口呢，应该不会有什么变化，当然有变化，我现在也不担心了我儿子已经高考过了，这个现在可以考虑放开了这个就每一个人还是有自身利益嘛。大的城市，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大城市呢，要鼓励去建立都市群以后可能北京的地铁就可以直接通去天津了通去保定，通去这些地方。原来有很多人说早上起来要去坐高铁来去上北京上班来，对吧？以后不用了，你就完完全全可以1趟地铁、2趟地铁都不用出站也不用单独再去买票、安检、进站、候车都不需要了，就可以在周边流动起来。那么很多的城市就可以把它自己一些不太需要的产业放到周边去，比如说北京其实原来有很多的产业就已经去天津了，对吧？比如互联网公司里边的很多的内容审核的人就在天津，对吧？那么他们是不是可以再往更偏远的一个地方放？如果是有地铁通过去如果有一些其他的这种交通工具可以直达的话，那么就在周围一起发展起来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对吧？以后可能北京或者叫京津冀地区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就可以完全形成地铁出行圈了，对吧？以前这些地方都是叫高铁出行圈。但是你想，你去坐个高铁还是挺麻烦的，你需要从地铁里头爬出来进去安检那个购票然后再进去候车，这个还是非常麻烦以后就会变得更方便一些。而且呢，修改了 KPI 考核的指标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多以前大城市不希望把这些消费的人群包括这些产业分散出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这个叫做什么呢？他们的这些GDP 走到其他地方以后他们自己的官员就完不成任务了现在说不用了我们修改一下，你帮助别人完成任务了也给你算上也算上你的这个GDP 的上升原来这个中国的各种官员考核就是 GDP 到底涨了多少嘛现在大家都算那么这样的话可能从考核制度上就可以让官员们有动力去帮助周围的城市一起发展起来，就会形成这种巨型都市圈这也是未来要发展的一个事情。那么这个事情会如何的改变我们的生活呢？第一个，300万以下人口的城市呢，应该会彻底的东北化，也就是空心化，即使有特色，像乳山银滩这种可以10万块钱买套海景房这种地方，对吧？也很难拉得起来这个在过去多少年其实已经验证过了。那么工作跟教育才是真正吸引人口的这个关键点你如果说我到了一个什么地方去找不着工作，就是为什么乳山包括鹤岗
很多人跑到那儿留不下来，因为去了以后没有工作，对吧？当地没有人雇佣你，你除非像我们这种就是数字游民，你可以跑到那儿去说看着海景房给大家录节目，这事儿没毛病，对吧？但是我也不敢去啊，因为一旦去了一种小城市，你再有人把你的各种收入变成违法所得，直接没收了，这事儿受不了。所以像我们这种人也只敢在大城市里待着啊。那么300万以下人口的城市就别费劲了啊，这直接放弃。然后工作、教育啊，只有是在相对比较大的城市里边才有可能保障，特别是教育资源啊，只有在刚才我们讲的这种超级都市圈里面才有，在上海、在北京啊、在广州、深圳，包括在成都这样的城市里边才会有非常好的教育。那么这些是可以吸引到人来去上学啊，然后让他的孩子的父母愿意在这个城市里边去打拼啊，这个只有这样才可以。那么基建以旧换新，肯定呢还是可以拉动一些经济的，这个事儿没什么好说的。城中村的改造啊，老旧小区的改造啊，有些太老的小区，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扒了重建一下，或者稍微的装修一下，收拾收拾，对吧？包括有一些市老化改造啊，就是你可以在老旧小区里装电梯啊，什么这种事儿，对吧？这个都有可能往前走啊。那么农村的土地呢，也可以再折腾一下。对吧？将村里的权利收回到县里。刚才我们讲了，刚才这个土地政策叫一县一议嘛，就是各个县里头啊，你们也不要老到中央来要钱了嘛，对吧？现在地给你们了，你们自己折腾去吧，对吧？搞了这样的一个政策出来，那么土地回收过程的补偿呢，估计应该会搞得再鸡飞狗跳一次啊。那么前面咱们讲的云号止耕的故事。可能还会在极个别地区稍微的上演一下啊。云号止耕就是号称有一个叫云号书记的人啊，说不许耕田，哈哈，这个故事，哦不对，这故事是讲在付费频道里头了啊。这个公众频道里的人你们就当没听着啊，或者说去其他人的这个频道上看看云号止耕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可以了。那么最终呢，是核心城市带还是可以期盼一下，还是有的救的。所以现在这个所谓的咱们的新型城镇化改革，刚才他们所讲的这些重点地区，对吧？豫中南、皖北、鲁西南、豫东南、湘西南、粤西、川东这些地方呢，大家看看就完了啊，跟他们应该关系也不太大。当地的这种官员治理的素质和治理的效率。未必能够搞得定这件事儿，没准他们拿到钱以后又可以把前面的窟窿补一补，或者说拉上贷款再扯一个更大的窟窿出来，这个事儿是可能性比较大的，真正能够期待的只能是核心都市圈这个未来到底会发展成什么样啊？如果有人说我房子还会涨吗？想的太多了咱们就不要想房子还能不能涨了那你说我在老家是不是买套房？老家房子降价了也别费了个劲。能够留在核心都市圈里，就老是留在核心都市圈里，就尽可能的向大城市转移没准还能够在整个的这种像漏勺或者一层一层漏勺的这种制度执行的过程中，还能捞到一点东西吧。大概也就只能跟大家讲到这儿了。好这是咱们的第一个故事，让我来看看有什么样的这个评论。老北这个刚才看过了加错了的那位，你去年充个会员你去充会员不就没错了这个不能逼人充会员，这事儿是不对的。这个你说的也挺有道理，对你这个是原来是会员这个月没充，我记着你呢第一次赶上直播，你这个每回都在，对吧？新型城镇化就是骗农民去城里买房，你怎么能用骗这个词呢？对吧？这个词多不好你好，你好这个我也是农民工这么多年来也没把户口转城里，那你还有地没有？这个或者至少宅基地还做呗？这个宅基地应该还有
晚上好啊，这个晚上好，晚上好。今天人不多呀，你们是不是没点赞啊？城里人喜欢爬山，我们农村来的直呼有病。城乡百年政策差异造成的畸形发展，想用5年扭转根本不可能。财富代沟、歧视等问题没有几十年搞不定。那不行，咱们现在就是急呀，各种事儿都是急呀。中国的所谓改革开放的成果，其实就是通过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通过限制农村土地资本化，掠夺6亿多农村人口的成果。也不能完全这么讲，对吧？城里人其实也很卷。直播了啊，等切片，好吧？城市韭菜割不动了啊，小韭菜就不够了，开始割农村的韭菜了。是的，我们要把农村的人忽悠到城市里来上学。这个粮票换5箱瓜子，哎，这以前我们都干过。以前上了中学，学校出个证明，每个月就能领到32斤粮票啊，这个好像只有男生有啊，反正我们以前是只有男生有。我记得那个政策叫男生补粮。当男粮票换鸡蛋的时候，我父亲就说了：“农民多可怜啊！城里人1分钱不花，单位发的粮票就把农民的鸡蛋给换走了。”但是，哎，我真没想明白，后来他们这些粮票他们换走了以后干嘛去了啊？这个事儿没想明白。I'm the first time to see 老范直播，好吧，你这个也算是，哎，你这有日子没看直播了吧？你看你这个上头还有小扳手呢，来取消了它。你要不是写了这么一大段英文，没准我还注意不到你嘞。这个你看它上头有小扳手，怎么可能是第一次呢？对吧？这个肯定以前没准什么时候还是个会员嘞。国家每次有重大困难，都是眼光移向农民阶级，这个不能叫阶级啊，咱们现在已经没有阶级斗争了，也不分阶级了但是国家有任何困难呢，会把这个目光移向全体人民这个甭管是农民还是城里人都跑不了。法律基础要完善，城乡改革会弄出大乱子这个越是这种老少边穷地区，越是这个穷山恶水的地区，他们当地根本就不讲法律。兴这个我觉得不能这么讲咱们现在不打仗只要是兴，大家都很开心。消解农民的社群关系和农民与土地的绑定一直都在进行，它就是靠农村成事儿的所以它最忌讳，哎呀，这个你看他在国内城里，他不是也把这个工会都是搞得乱七八糟的吗？现在这个工会除了发电影票，还会干嘛？什么时候想的都是官老爷的利益，一旦政府有困难了，就想到老百姓的钱了这种杀鸡取卵的做法，只会加速死亡这个也不能这么讲，就是他这种事儿呢，假设他能够高效的、准确的、公平、公正、透明的把它执行好，这是个好政策这个我就记得我前面讲这个网号与网证这一期，那期被人喷惨了。就我正常的节目大概应该是98%的人会点赞然后呢，稍微有一些争议的，比如说像拼多多这一期呢是有92%，那一期呢大概是90%的人点赞，就是有1/10的人是不喜欢的，点了踩。那么这个就导致大家这个关注下降吧，出现这样的情况，对吧？那么这样的事情出来以后呢，我们就会想清楚一个问题，就是我党做的第一个很多的政策，从文字上出发都是没毛病的，都是好的，对吧？然后最后出问题都是执行的问题，对吧？我们最上边是这个金上也好，或者上面所有人他们的出发点都是对的出了任何问题都是下面没执行好但是你说我如果只讲了它好的一面呢这个或者说坏的这面讲的没有在开始就讲没有这个讲的很这个义愤填膺呢，大家就会觉得你怎么变成大外宣了
这个也是让我挺郁闷的一个事儿啊。这个以前很多人都说啊，你是散人的小弟，哈哈。那篇文章那篇视频放出来以后，我就变成王志安的小号了，这个也让我很气愤这两个人啊，散人我还真见过啊，王志安没见过本人这个但是呢，也都是相对来说不一定说得上话也就算是在网友在网上认识的一帮人那么这个我就代表我自己的意见提一个建议以后把权力改成权柄，权力和权柄权力和权力发音一样是这样的。这个没有办法，这个我们好像国内确实是喜欢这么去讲这个事情。他们一说自愿就觉得可怕，对这个自愿这个事儿是很吓人的。严刑拷打之后都是自愿招供的这个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对吧？都是自愿的一个是 power， 一个是 right 这个我知道。湘是湖南那看来搞错了，那湖北是湖北是湘是湖南搞错了。蓟，对，河北是蓟，是刚才这地方就是蓟不是义说错了，蓟。这些地方都是村霸横行无忌的地方。对就是动不动出现这种这个把老实人逼急了，然后上村霸杀他全家这种事情，基本上他都是这样的地方出来的。明明是晋察冀的晋察冀吗？晋察皖北是人口大区域这个还真不太了解，从来没去过这个地区对那儿也不是特别了解。给穷地方放权你们自己玩实际上就是这么回事。然后出了事情以后呢，再说你们下边这些人怎么又这个自己肆无忌惮的去干事情了然后再去把下边人干掉。阜阳就是这个是阜阳讲的是哪段所谓村霸几乎都有地方背景不是没有基层做靠山，村霸霸不起来，是基层带来的村霸，而不是农村滋生的村霸。是这个也算是咱们新中国的一个特色吧。全球范围内的快速城镇化其实带来了很多问题，例如不可持续的发展，到了大国成为新型的拉动经济的高手但是你没办法，就是你不做这个城镇化，其实这些人也在城里待着，对吧？你不可能说我做了城镇化，再把他们从土地上赶出来。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学政治的时候讲的这个英国资本主义这个叫羊吃人的故事，大家还记得吧？叫圈地运动我把这地一圈，就是这个地方养羊了这个农民必须离开这里，到城里边去接受资本家的剥削这就是我们以前这个上学的时候讲的呀。现在呢，就是我们再干一次这个事情临沂怕是不行，千万级的3线好吧。那么临沂下的还有好多地方呢，比如说苍山对吧？还有我临沂10几个县，我他就记着一个苍山，其他地方我其实都去过，我临沂10几个县我都走遍了。什么临淄还是什么，反正好几个，我应该是10几个县，13个县还是10几个县我都去过。但是唯一记住苍山是因为苍山有一个大蒜塔那里产大蒜，这个事儿我是特别记得清楚因为当时呢，我是给全山东省地税系统去给他们装网络，然后去苍山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刻，是苍山县地税局的局长，应该是个正科级，然后带着他们全局的所有人，刚洗了澡，刚剃了头，穿了崭新的制服在那儿等我，然后说咱们去吃顿饭吧，然后到那儿让他们直接给我灌躺下了，然后住在苍山县那个大蒜塔下边的这个叫什么里头住在这个下面的这个县委招待所里，对吧？这个是印象比较深刻其他的就是想不起来了。跑步回来点个赞大家都点赞了没有？这个有点人富裕了，容易三高结果反过来说三高了，
就说明富裕了，于是没事让大家吃猪油啊，提升胆固醇。这个现在据说是动物油脂要比植物油脂好，所以我也搞不清楚，现在都是牛油、猪油这些东西。苏州、上海的地铁通了以后，还会连接到无锡，哎，这不是挺好吗？但是北京现在周围好像都没有通出去。地铁不靠谱，站站停啊，50公里长以上的线路啊，能让人崩溃。其实不一定的，像他们这种长途的地铁中间是不停的，或者停的很少。刚上来提醒一波点赞啊，是的，感谢啊，这个是都市网需要尽快建立，但是上海昆山间的刀片铁丝网也要准备好，随时可以装起来。这是啥东西？为啥要去装刀片铁丝网呢？我没去过昆山啊，所以不了解这个地方。上海我一直觉得还是一个首善之地啊。革命老区，你说的穷山恶水出刁民，这个你们想想，不是穷山恶水出刁民的地方，能成为革命老区吗？对吧？人家原来发动的就是这个吃不饱饭的地方。如果大家都衣食无忧了，谁去闹革命啊？面对自动驾驶的可能啊，再开发地铁，很有可能以48年居然奋斗买了土地成了地主的那种，把握时机啊，这个不会的，因为自动驾驶这个东西，其实你还是要去占用路面资源的啊，这个是没有那么好使的，而且现在这些城市里本身就堵车。对吧？你也不可能说我把道路修得更宽了，所以一定是要靠公共交通，靠地铁。成都到天府机场，地铁60-70公里，也没觉得怎么不方便。是的，你像上海，你从这个，比如说我原来在张江，张江往东大概有几站吧，然后再往前一段就是去浦东机场，就基本上没站了，就直接就到了。我感觉未来房价只会变稳，涨是不可能了。对，现在就是尽量让它不动。然后呢，这个所谓的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靠其他东西涨价，让房价变得没有那么贵，对吧？现在比如说一个房子100万啊，以后可能还是100万，但是你现在呢，比如说你去买各种的粮油用品啊，你一个月的开销可能只要几千块钱。但是未来你可能买同样的粮油用品，一个月的开销就要乘10倍，比如要几万块钱啊，那你觉得，哎，这个时候100万就不这么贵了，对吧？它从货币价值上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但是从购买力上，同样的这个房子肯定就不值钱了。怎么改革都是需要钱吧，钱的来源不可能是政府完全主导，而现在的问题是老百姓没钱了啊，现在就是要政府主导。现在政府有钱，政府就是说我们要有个理由把它发下去。老百姓是刁民啊，有钱攥着不肯花吧，啊，这是一定的。来了点赞啊，点赞欢迎。有钱的农民自己就会去城里买房，没钱的想买也啊，这个还真不一定。因为我像以前有一些朋友啊，他们就是农民的，啊，在城里也挣了些钱，他们会干嘛呢？他们会拿这个宅基地去盖小楼，啊，他们不会在城里买房的，他们会去租房，啊，这个是不允许的，以后就这些都收回，你们就必须在城里买房。怎么可以移居到农村啊？你可以移居到那儿，但是你依然是城里人。去清迈买块宅基地吧，中国人不许买吧？城乡矛盾是个非常微妙的问题，我觉得中国谈乡镇矛盾，犹如在美国谈种族问题一样，需要小心翼翼啊。现在其实农村人早就进城了，现在村里头很多的村子已经彻底荒废了，彻底没人了啊，就是这个村子只存在纸上啊，一个人没有。现在有很多这种这彻底荒废的村庄啊，包括有些小城镇都已经彻底荒废了。原来讲说这个中国到底有多少房子？说中国每一个人有2套房，这个数怎么算出来的？就是有大量的房就是在这种彻底荒废的地方，你也没有人去住，包括像什么
刚才我们讲的鹤岗这些地方有的是房，你去住吗？你不去，对吧？大家都惦记在北京说我要在北京找个房住啊，那么这个是就会变得比较紧张一点。读取 YouTube 评论到这个是用的叫 StreamYard 啊，它有一个软件，粮票有全国粮票，是的，我还记得我以前出差就要去换全国粮票，正常是北京粮票，然后全国粮票是那时候还讲说全国粮票里头1斤粮食里头有2两油，具体是怎么弄的我已经想不起来了，反正全国粮票要更值钱一些。他们都去城里打零工了，必须要有粮票啊，是不好办啊。江浙沪城市化率已经很高了，对。那么以后就是要让江浙沪的这些人这些农村的人，通通都变成城里人，这样就可以收回他们的土地，再去干一些事情。而且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还不需要跟他们分钱，国家可以再卖一次这个地，多好！城里用粮票换食物，农民用劳动换功勋，再用功勋换粮食。这个没看懂啊，乡亲们，我来晚了啊，是不晚。名字旁边有扳手是管理员啊，这个是我们的弹幕管理员。如果发现有人在这里头说一些乱七八糟的话，他们有权利给你删掉。我们现在就是付费会员就给他加小扳手。32斤每月是相当高的定量，中学生似乎没有这么多，一般城镇女性居民也就27斤啊。这个，我忘了我们当时发多少了。叫你们闹死了，直播，还用拼音啊，这个就是估计中文输入法不方便呗。退休回国去小城市养老可行吗？不建议啊，还是要找一个相对发达一点的地方，对吧？像前面100万境外收入直接算非法所得，直接给没收的是在承德，承德其实还不是一个特别小的城市，还算是个旅游城市嘞，也算网红城市吧。对吧？那么，如果退休回国的话，老老实实在大城市里待着啊。现场考这个老范的朗读啊，老范飞机点 color cc 什么意思？菜，这是什么意思？呀，这还有一个，我们要。这里有一个不是发现这个不再是会员的，就把管理员取消掉。笑死我了！给非会员扳手，给会员扳手取消了，没有吧？会员是有扳手的，如果搞错了就下次再加呗，这个不是什么大问题。农民换到的粮票到城里就能买到粮食哦，这样的，好吧。给你点颜色看看啊，撸去顶戴花翎，脱下去，先脱下去，好吧，给你点颜色看看。这个刚夜跑回来啊，这也是一个很自律的朋友。那是共产主义的理想多美好啊，都是执行的问题啊，就是这样。今儿散人也提了老范讲的王震那集，对我也听了他那集。这个有时候没办法，他太这个，就是就是不是特别正能量的话，没法在这个公众频道里讲啊。关于网证的负面效应，这个，我稍微思考整理一下吧，回头讲到付费频道里去吧。这个公众频道里头，我们还是尽量讲它好的一面或者讲相对中性一面而且即使中性一面，我也会在前面先讲好的，然后到后面再去讲不好的。韭菜都割到90年后了除非关老爷革了自己的，这是不可能的。
其实每次听别人说政策是好的，只不过地方执行不到位这样的话，就知道这人不爱国，完全不懂国家政治。这个不能这么讲啊，这就是咱们的现状。今天从散人那里来订阅的，感谢感谢。小城市以后没人了啊，只能等 AI 机器人出来以后，给 AI 划一片地，让 AI 自己发展，盖一座机械城，看看能搞成什么样。这个是不会的。AI 会在大城市里头为这些大城市里边的老人进行服务，对吧？然后在大城市里头把这些人的工作都抢干净，他们是不会去小城市的。小城市没有让他们干活的地方。刚改革的时候，其实乡镇企业很火热的形势大好，后来改制了，乡镇经济从此没落，资源投放都是往城市倾斜，就造成了今天破财的农村啊。这个我还真不太了解，因为我在北京、上海这些地方，就是我们周边的农村都可有钱了，所以那种特别穷的农村，其实我没见过。粮票最终去向一消费啊，这个是。二回收和销毁，但你把它换成这个，你再去回收销毁，这肯定是不行的嘛。那是集中土地，是的。苍山改名兰陵了啊，对对对对对，兰陵有一个酒叫兰陵特区啊，不就叫兰陵沉香啊？那个我还记忆很深刻，因为当时在山东是去一个县就喝一个县的酒，每个县至少有一个啤酒厂，一个白酒厂。然后呢，他们所有叫什么什么区的这个酒都特别难喝，就是我完全适应不了，大区、二区、特区都适应不了。但是呢，这个像济南的趵突泉，然后孔府家，还有这个兰陵沉香，都还算是我可以接受的啊。沂水，对，沂水我也去过。临沂的听众在呢，欢迎欢迎啊，这位侯。已经是管理员了。知足吧，老范，没有人说你大外宣就偷着乐吧？有一堆人在说我大外宣呢。圈地运动为什么会羊吃人？因为当时英国农民构成中，那些人不是农民，是农奴。农民可以直接转换土地性质，变成小地主，而农奴只能失去土地，只能失去土地和主人啊。就像当下的什么好吧，对于英国还不是那么了解啊。如果作为大外宣还没有人给发薪水，惨了点啊！是，咱们这个有的时候他就听一半那怎么办呢？他没听后边的部分，对吧？上海11号线到苏州的每站都停。上海到苏州之间其实还是挺热闹的啊，因为我是从上海开车开去过苏州，基本上是从上海上了高速就到苏州了，然后整个一段路大概，因为我那次是从张江开车去苏州，从张江开到上海到苏州，我忘了什么高速，开上高速大概开了有1个半小时，然后开上高速大概可能10几20分钟就到苏州了，对吧？就是这么样一感觉。实际情况是，乡村已经十分老龄化，社会崩塌了。是的，上海去嘉定的地铁我坐过啊，坐到崩溃。我记得当时是去上海交大，好像有一个特别远的校区，然后也是坐的我很崩溃。然后当时坐香港的，就是从罗湖口岸坐进去的那个地铁，我印象里也很长。临沂刚去过沂蒙山老区，还扣了我6分200块。是，那个地方是稍微的有一点点的这个乡土气息啊。皖北是人口大区、农业大区，也是淮河中下游的泄洪区。汛区来临之际为了保下游的江苏，牺牲安徽，光是上海的安徽人就已经超过300万。去北方的也不少正宗的石家庄安徽牛肉板面就是皖北人做起来的。好吧，这个还是
要你们给我补充信息啊，动物油对胆固醇其实影响不大。现在在讲这个话，物价开始涨了嘛，最近消费很少，没感觉到，都是公司吃饭，定期去 Costco、麦当劳啥的。你这是在上海没有 Costco，我们也希望有个 Costco，但是在北京就是不开啊。22年6月刚解封的时候去了次昆山，高速两边50米一岗啊，这是什么东西？也建设了铁丝网，我还真没去过啊，这个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他为什么要搞这玩意儿呢？广州的地铁已经连通到惠州了啊，这多好啊！看到扳手，就是房管的意思。对，我就用宅基地盖房子了啊，270平米宅基地只能本村内流转，外人不能买。国土对这块的态度很微妙，会给自己建房发产权证，收几千块，但是银行根本不认自建房的产权。哎，这个就没法说了。外国人开公司就能在清迈买地，一来嘛，大约5亩，才50万人民币。这个，但是你买完了这种东西，哎，反正我觉得，在盖了房子再用起来以后，还是非常危险的。等我老了啊，准备去农村养老，挑个100斤，走10里山路不换肩啊！你这个不用老了，你现在就没这本事。刚才范老师又说起境外收入这个问题，你最好也把油管收入转到境外卡上，万一被盯上了就得不偿失了，转不了啊！这个事儿搞不定，这个事儿。支付宝可以用非中国的卡，也可以转账，还是不错的。我现在就是用非实名支付宝，但是绑定境外卡，所以资产在外的境内生活一定程度可行啊，这个不那么容易啊。这个 YouTube 是这样的，就是你如果说想把钱存在新加坡，那么他就要求你提供新加坡地址，然后呢需要往那个地址写信啊，很麻烦，而且过一段时间他就会不停的再去写，你要再去验证地址啊，这个很烦。看来散人也快加入付费会员了，是这个散人是有付费的啊，这是什么意思？我在浙江的现在农村里面有些地方就股份改革了，按照统一的时间限制，一定时间以前按人口来分股份，过了这段时间就没有股份了，土地归集体所有，股份可以继承。是那边的农村可有钱了。刚刚看了今天散人提到，你认为这个网络证件是好事有点诧异。还是对大家说一下，会员毕竟只是小部分，这个不能乱讲啊，这个不能乱讲。上次看了关于网证网号那期就知道会被喷，今天看散人的时候发现，这个果然被喷了。对，农民换粮票非常困难，只能等节假日生产队发。工人上班是发粮票，但是农民只能寄生产队工薪，用工薪换粮。哦，这样的。就是他们如果想进城的话，就没有饭吃，也算神奇的事情。这是朱镕基税务改革的结果，限制农民间金融和土地工业化资产的结果啊。是，反正现在就是慢慢在改呗。在国内生活，手里存1年的开销，其余全部 OCBC 啊也可以了。买标普及美股啊，钱不够的时候再往回转，这样合适吗？这个还是国内基金直接 ETF 哪个合适？如果你能放在国外，还是不要放在国内啊。我去过，这个字念什么来着？黎嘛？那个穷让你以为是潘多拉星，好吧？我是没去过特别穷的地方，平时不看直播的，今天特意来发个评论，主要是上次看网证网号那期就知道肯定会被喷，今天看散人发了。发现了，果然被喷了，好吧，你们都挺开心的，那我也只能开心一下。
大城市的周边农村和小城市周边还是不一样的。即便是像青岛、大连这样的北方准二线城市，周边农村也是有声有色，跟一些穷山恶水还是有非常明显的区别。不要提南方沿海城市周边的农村条件更好。这是肯定有差异的啊。工分啊，对，不叫功勋，叫工分啊，工分是换不了的，工分应该是换不了粮票的。边装家具边听直播，哎呀，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节奏？交大闵行校区啊，反正我是去过一次，直接坐地铁给我坐吐了，然后再去我就打车了，在车上直接睡觉。你这儿都多少点儿？偏点儿老什么意思？公知观点的都会被喷大外宣，可见油管的氛围了啊。不过相比 Twitter 上还是保守很多，这个 Twitter 上更是智商堪忧，不骂国内都是大外宣。像我基本上喜欢玩这种叫49跟51啊，但是通常前面讲好的，后边讲不好的啊，这也是为了应对审查。这个有些人就上来可能看了个标题就直接开骂了。改开最大的意义就是释放农民的迁移权和一部分这个私有财产啊，农民有了自己的粮票啊，产生了新的流动性，同时也感谢张亮指正啊，那个我觉得不应该是公分啊。润到澳洲20年，实在不适应北上广的节奏。国内小城市现在发展和物价实在是很像。记得老范的儿子报的自动化工程啊，说自动化啊，也不想卷啊，可以考虑来澳洲。自动化这块缺口很大，容易就业。我们肯定想去啊。等我们这个上到高年级了以后，带他去你那里拜访啊。看看能不能在当地找到学校上研究生，然后留在当地。我们肯定想去。动物油对胆固醇的影响肯定没有矿物油的，矿物油就别提了，对吧？现在不但矿物油，连庆大霉素都上来了。现在其实不是房价本身的问题，而是大家收入问题。不增加就业岗位，不提升收入，单纯的物价上涨只会增加社会动荡啊！这个其实也不是啊，不是收入问题。现在真正最大的问题是信心问题。你就像很多人说啊，我们没钱了，你不要以为我还有钱去花。其实老百姓手里有钱吗？有，对吧？为什么不去花？因为不敢。以前这个美国人，我们老嘲笑人家说，哎，你看这帮月光族啊，还去借款消费。有信心的人，你手里没钱他都敢借着花，没有信心的人，你手里有钱他都不敢花，对吧？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信心没了，信心没了，大家不敢开店，不敢创业，不敢经营，不敢扩大生产，也不敢招聘，也不敢花钱，然后所有的人都拿着钱在那瞪着，说我看看能不能活下去，谁活到最后一刻，对吧？现在在看这件事情，所以国家还是得拿钱出来说，哎，我们要干事儿，我们要基建，我们要去以旧换新，我们要去做老旧小区改造。你要不做这件事儿呢，他这钱还是动不起来。疫情期间啊，疫情期间是有可能的。晋察冀、铁丝网应该是疫情期间那段啊，听同事讲过，都是马楼啊，是的。什么是矿物油啊？我特地去谷歌一下，是这个你可以看一下啊，你在国内应该也吃了。其实矿物油这个东西，什么人吃的最多？就是各种食堂，对吧？咱们现在呢，特别是中小学食堂，还有各种机关、工厂的这种食堂，他们使用的各种的材料一定是最差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想去承包这种食堂，一定是跟人有关系了，对吧？我都已经付出关系成本了，我为什么还要给你吃好东西呢？对吧？我一定要把尽可能多的钱赚回来。所以他们用的所有这些，这个油啊、肉啊什么，这个都是最差的。那个时候上海算疫区啊，好吧。将来不得不灵，这什么字儿？这字是给老范扎起，什么意思？
点赞啊，感谢。油管会再次验证地址吗？我要换住址咋办？会啊，他还会再次验证地址，但是他是要求你的收款地址跟你的这个叫做验证地址必须在同一个国家。你说你都在，比如说新加坡，你换一个地儿，这没关系啊。但你说我现在要求到泰国去验证收款，这事儿是不行的，你就必须要换国家了啊，那个很麻烦。这个粉丝团叫七刀会，这个老范的粉丝团叫啥？小扳手啊，不，这个你们再想想吧，看我粉丝团可以叫什么。这个来互换皮衣啊，马上马上，咱们赶快走完就开始互换皮衣了啊！啊，风控期间，好的，彝族啊，彝族，好吧，啊，又来了一个新的这个，我们又来了一个新的会员加小扳手，感谢 S 成为新会员。这个没找到啊，这个我记得上次找北科大的老师提前勾兑，然后有一位朋友在直播的时候还说他是，结果后来我说下来咱们勾兑一下，结果他就再也没有理我了。其实不是信心问题，其实信心跟信任有什么区别吗？都是一样的嘛。迁移权这个还真是啊，现在除了帝都外，大城市很多人都没有当地户口。这个帝都也很多人没有啊。这个说起庆大霉素，那些做麻辣烫火锅的绝对重灾区。是的，他就是肉不新鲜嘛，他希望搁一点庆大让大家不拉肚子。网证其实在目前都是手机号实名制，比如你如果没有手机用不了绝大部分的应用，对，可能对保护隐私有正面作用吧。就是很多政策制定的时候都是好的。这个为什么感觉身边的人对体制内的人员敌意很大？即使是基层的，会疏远体制内的朋友吗？应该不会啊，因为第一个我也没有什么体制内的朋友，但是呢，就算是有体制内的朋友，人家也是混口饭吃，你疏远他干嘛？对吧？这个没有任何意义。像我们以前也遇到过一些体制内的人，那真的是大家坐在这一起骂。至于骂谁，咱们就不要研究了啊。疫情啊，好的，我们继续啊。这个快，第一次赶上直播啊，这个你们就偷着乐吧，好吧。讲什么大循环地方保护，最大的地方保护是户籍制度。是的，我们已经快到完了啊，开个玩笑啊。老范的粉丝还都是挺喜欢吃的，叫饭桶咋样啊？这个不好听。这个还是没有认清这个社会，中国人缺的是安全感所以只会拼命存钱不敢花。对的。范叔不得不领王证，不得不的领网证就领一个呗。其实我觉得这样，就是说，千万不要觉得你不领网证就安全，你已经裸奔了啊！我之前把帝都排除在外，是因为不知道啥时候这个清理丢单人口啊。帝都现在还好，不会干这个事儿了饭团这个不错可以叫饭团。老范想的太单纯了，其实党就是没钱了，惦记上同民的地和进城后的强制消费了。这个事儿是这样这个我觉得呢，你对于国家具体怎么运转还是没有太大概念。党没有钱的最简单方式，它是可以印钱的，所以党不存在没钱这种情况，对吧？他现在还是要让他印的钱怎么赚起来。每个人每个月的粮食和食用油是配给的，是的，早期是这样然后由于拒绝领网证，油管大 V 罗宾准备移民泰国了，加入数字游民计划，怎么看？这种人我觉得都属于比较矫情。这个你不领网证，以为别人就不知道了吗？直接叫 fans 这个也不错，英文叫 fans 中文叫饭团，挺好的。饭圈不行饭圈现在是个贬义词了。范武老杰是在越南是吧？
这个不能乱叫，咱是老大。饭圈也行啊，饭圈不行。早上6点你一直早上6点你一次赶上直播，我就做零知识认证的啊。但是宁愿更不相信国家啊，这个回头再去讲。就业率下降啊，收入下降和大家信心下降，到底哪个是因，哪个是果？其实他们是互为因果但是如果想要让大家开心起来，还是要么给大家发钱啊，要不然就是说，让大家去消费啊，就是说你像刚才我们讲的，把城里人农村人迁到城里来，就是还是要让大家去消费，有一笔钱后啊，要先还清房贷，还是投资呢？其实大家既不希望你，就国家既不希望你这个消费，也不希望你投资，而是希望这个不好听啊，这个饭岛爱不行，还是希望你去把钱花掉不存在缺钱的国家，印钞权是中央政府的基本权利。对，所以呢，觉得党没钱了呢，我觉得好好学一下政治经济学啊，哪怕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都行。没经历过粮票时代啊，看来你比较年轻，只会英语，没什么技术可以。那这去啊，这个只要会英语就可以去啊。今天提到散某人啊，我不要引起矛盾。他的节目一开始经常看啊，很长。其实听他的节目就是比较这个放松啊，就是你也不要说从他的节目里学点什么你包括我的节目，你也不要惦记从我的节目里学到点什么，对吧？大家就是首先是来放松的，我们提供的是情绪价值。这个好像对经济方面的问题比较差啊，这个多讨论技术，这个我觉得呢，大家讲自己开心的事情就好了。这个预测一下要几年经济才能恢复呢？这玩意儿没法预测。既然是会员了，去会员区看看这个老范这个会员频道里的社会，对，你会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啊。这个中国老百姓确实没什么安全感啊，这个没办法啊，很多地方政府没钱地方政府呢，他们是等着中央给钱啊。好，我们赶快讲下一个故事，让我喝口水。扎克伯格跟黄仁勋凑一块儿，除了换皮衣，还讲了点什么他们是在 SIG Graph 大会上进行的访谈，黄仁勋呢是主人，或者叫访谈主持人这个扎克伯格呢是被邀请的嘉宾，是主要输出内容，所以呢，他们两个的访谈里头这个扎克伯格是逗哏的黄仁勋是捧哏的，这个首先要搞清楚。所以这一次访谈主要是扎克伯格在输出，然后这个 SIG Graph 大会呢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大会，对吧？它的名字呢叫计算机图形图像特别兴趣小组，起了这么一个叫 Special Interest Group on Computer Graphics 大概是这样，就是我的英文发音你们就不用给我纠正了。然后这个小组呢是1967年成立的，1974年的第一次开会。今年呢是第50届的 SIG Graphics 大会它是这样的。然后参会的人呢，90%都是博士。我在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一开始想，黄仁勋应该是个博士吧？扎克伯格是中途退学的哈。后来查了一下，发现还不是，黄仁勋是个硕士，而扎克伯格呢是2002年哈佛心理学和计算机科学专业入学，2004年辍学。也就上了2年辍学了，到2017年呢，被哈佛授予了荣誉法学博士学位，这个他好像跟某位伟人的这个学位差不多是吧？但是呢，他是博士扎克伯格是个博士，正常的来去参加这种活动的都是什么人呢？就是引擎公司，比如说Unreal包括这个 Unity这些人会来参加，包括图形软件的公司 Photoshop、Adobe 什么这些人会来，显卡公司 AMD、英伟达他们都会在。原来呢，梅塔也参加，大概是参加了有个10几年了。他们以前是作为 VR、AR 公司来参加的，这一次呢是出来抢 AI 的。那么老黄跟扎克伯格呢算是天作之合，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开源模型才是英伟达显卡的绝配。
啊，那你说微软不也买了好多吗？OpenAI 也在用，对吧？但是呢，大厂的闭源模型啊，它是有能力去招聘一帮叫适配工程师或者叫配置工程师，它可以绕过库大算法，这个事儿是可以跑的。增加的这点成本对于他们来说是可以去承担的。只有开源模型的应用者，通常是支付不起这些配置工程师的工资的，所以他们会老老实实的使用英伟达的显卡，是吧？所以他们俩绝对是天作之合。而且呢，扎克伯格自己访谈的资格也是因为买了足够多的 H100才换来的，对吧？他买了60万块 H100，他是号称拥有60万块 H100的男人，对吧？这个老黄就问扎克伯格说：“你是怎么来的呀？”啊，他说：“我是作为 VIP 客户，专门被黄仁勋邀请来的，对吧？我就是买显卡买太多了啊，被请来了。而且他们两个人啊，在恨苹果这件事上来说，俩人绝对有共同语言啊，就是黄仁勋也好，扎克伯格也好，就说都是现在所有的 CEO 里头啊，所有的这种创业者里头最恨苹果的两个，大概就是他们了啊，找不出其他人了。为什么呢？这个扎克伯格在会上飙脏话啊，因为这个现在其实传的很厉害，直接说了一个 F word，对吧？甚至说有可能直播都会被掐掉的这种脏话，其实骂的不是 OpenAI，骂的其实是苹果，对吧？为什么要去骂苹果？OpenAI 做了半天，未来有没有可能伤害Meta、伤害扎克伯格？有可能，但是现在其实没有给扎克伯格带来任何的伤害，而苹果当时是差点没把 Facebook 给玩死，对吧？扎克伯格自己也讲，你说我们做网站的时候，Facebook 最早是个网站嘛，我们是完全开放的啊，也没人管我们在里头爱干嘛干嘛，对吧？很开心。然后等到移动时代呢，发现哎不对了，对吧？这个我们需要到苹果上面去发布软件啊，那么苹果这也不让你做，那也不让你做啊，关键是把他们进行精准广告推送所需要的用户信息给它屏蔽了啊，那么以广告收入为基本收入的 Facebook 差点没被他弄死啊，因为当时我还在猎豹移动在看的这个故事啊，这个非常非常恐怖的一个故事啊，那么后面。扎克伯格痛定思痛，说：“我一定要去做一个新的平台，绝对不能靠 APP 这种东西啊，让苹果把我掐死。”所以他才做元宇宙，才把公司从 Facebook 改名叫 Meta，对吧？他做的所有这些事情，实际上都是为了应对苹果啊。那么，这是扎克伯格为什么恨苹果啊？为什么恨这种封闭的大平台，对吧？这是这个原因。那么你说英伟达为什么恨苹果呢？就是英伟达跟苹果之间是有恩怨的啊，就是前面英伟达给苹果提供过一款显卡，后来呢这个显卡不是特别的稳定，啊，被苹果直接起诉了啊。一开始苹果要求他退钱，老黄不退，啊，后来苹果直接起诉了老黄，啊，那么再往后，苹果是所有的应用里头都不使用英伟达的显卡，啊，这个梁子算结下来了。而这一次呢，是苹果直接给大家演示了。用谷歌的 TPU 去训练大模型，这个消息传出来以后，英伟达的股价直接崩了啊！当然，英伟达的股价崩掉了，还有很多的原因在里头，包括老黄自己在疯狂的套现啊，包括它到120以上的这个价格，大家觉得确实有泡沫了啊，直接崩掉了。但是英伟达昨天晚上是涨了13%啊，整个又窜起来了啊！为什么苹果可以用 TPU 去干活呢？就是它是自己大厂。我只要招够足够的这个工程师，我就可以去改底层算法，啊，让这些模型在 TPU 上去运作，这是没问题的，对吧？那么苹果演示了这件事情以后，谷歌、OpenAI 实际上都是可以往这个方向走的，啊，那么这个对于英伟达来说就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所以英伟达一定要来找一个更恨苹果的人，找到梅塔，找到扎克伯格说来，咱俩聊一下，对吧？这故事是这么来的。扎克伯格呢，就是因为被卡过脖子，所以必须开源，啊，看到别人做闭源啊，想要成为新的基座平台，就 OpenAI 想做这个，啊，那么想做规则的制定者啊，所以只能气得骂街了，啊，这就是两个最恨苹果的人天作之合凑在一起。那么梅塔呢，对于大模型的开源是有非常大的贡献的，当然最大的贡献并不是拉玛啊，咱们一直都说拉玛是。
拉玛1、拉玛2、拉玛3算是奠定了开源大模型的基础。但是美塔做的最大的贡献是另外2个东西，一个东西呢叫 PyTorch，PyTorch 是现在非常主流的一个大模型本地把它架起来的一个架构框架，这个东西是美塔开源出来的。然后 PyTorch 现在在很多的服务器上，大家开始进行本地部署的时候，都是用的这个东西。那么 PyTorch 的基金会里头大佬云集，这种大型的开源的项目都是有基金会的，他们的大佬里头，美塔自己是他贡献了代码，那么他是大佬。第二个呢，就是芯片厂商都在里头，英伟达、AMD、英特尔都在里头。然后第三个，所有云计算厂商都在里头谷歌云、微软云、亚马逊云都在里头再往后，新生的 AI 社区与工具 Hugging Face 叫 Lightning AI 都在里头。还有2个全能型拳手在里头，一个叫 IBM 它所有的都做，也做云，也做主机，也做芯片，什么他都干所以他也是基金会的叫高级会员还有一个高级会员是大家所熟悉的遥遥领先华为，就是 PyTorch 基金会里头唯一的一个中国会员就是华为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华为做的还是很厉害的，他在各种的开源的基金会里头老老实实的交钱老老实实的去遵守人家的规章制度，然后去说，我现在要用你的这个产品，对吧？我要去主导这种PyTorch 的未来的发展他们就是这么去干这个事儿。他不像国内很多的像百度什么的，对吧？他也用所有的开源东西，但是他就偷偷用，用完了以后直接一闭源，啥也不看了，对吧？这个华为在这块还是比较强的这个是正面的赶上我一次我夸华为这事儿不容易然后另外一个这个它的就是美塔对这个 AI 做的贡献是什么呢？叫 OGP 叫 OCP，叫 Open Compute Project， 叫开放计算工程，对吧？这个是什么呢？就是美塔自己有大量的服务器，而这些服务器应该如何构造，如何去建设，如何去连接这也是一个开源项目，这是美塔开源出来的。现在英伟达推出的 NVIDIA HGX 就是在这个模块上去拓展出来的就是大家已经都用上了那么这是对整个的开源事业真正做的2大贡献，第3大贡献才是刚才我们讲的拉玛模型拉玛1、拉玛2、拉玛3、拉玛 3.1这才是第3大贡献。而且我觉得它所谓的拉玛这个模型的贡献真正的改变的其实是中国彻底追上来了，对吧？它可以拉着中国的一众小伙伴把这个 OpenAI 打翻在地这个我觉得是可以的。那么扎克伯格呢，也为未来指明了方向，而且扎克伯格指的这些方向，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有价值的第一个，他讲到了一点是原来我们很多人没有想到的，就是要去修改推荐算法因为互联网的最底层其实就是推荐算法。推荐算法是什么？就是过滤与排序，你到底应该看见这个还是不应该看见这个？到底谁排前头谁排后头？这就是整个互联网的底层逻辑。在信息过载之后，我们只能依靠推荐算法来去工作。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原来在推荐的时候呢，这个它只能是说我按照一些这个原来大家的这种喜好或者做协同过滤做一些传统的 AI 的推荐，现在就不一样了，它可以通过 Transformer 的模型，通过 Embedding 通过嵌入来去重构整个的推荐算法，这个是一大创举，而且这个东西真正运转起来以后，可能我们会看到完全不同的信息流，对吧？那么在推荐的时候呢，他们也希望直接在信息流里头进行总结与归纳。原来我们在 Facebook、在 Instagram 里头看到的所有信息都是用户生成的，那么以后可能我们看到一些信息就是这个总结归纳的一些信息比如说你最近有3个朋友感冒了你最近有5个朋友感冒了，而这些朋友呢，你可能连名字都想不起来了，对吧？他如果真的给你发一条说这个朋友感冒的信息在信息流里头，你也不想看到，但是呢，你又希望知道，我最近朋友里边感冒的人多不多，对吧？他们会把信息分层处理什么叫分层处理？就是跟我关系最好的人你们要把这个信息完整的展现出来这个中间这一部分
因为大家讲的就是150个人之内的，我们可以互相叫出名字，可以知道这个生辰八字过点份啊，但是我们能知道生平事迹，可以知道他的喜怒哀乐啊，也就是150人之内。那么这些呢，我们可能希望知道他所有的信息。然后朋友的朋友就是中层圈子，对吧？那么我们可能只是需要知道一个概况就可以了。再往外层的话，可能有一些大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一些这个具体的这个国际大事啊什么这些就可以了，对吧？它需要分层处理。那么分层处理呢，它就可以对这些内容进行总结归纳啊，它可以发出来。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呢，推荐算法就会有更大的权利。什么意思？原来肯定是看你关注了谁，你跟谁是好友，你可以看到谁的信息更多，对吧？以后可能就是你虽然关注了一个人啊，但是你未必看得到他的信息。他发现你们两个之间很少互动啊，他就认为说这可能就是一个普通的朋友啊，他的一些大事儿你知道一下，小事儿你可能就不需要知道了。他会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去过滤你的信息，包括我们现在在 Twitter 里边也是这样的，对吧？我们可能看到一些大事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小事可能就看不到了。后面的话美塔准备统一它的推荐系统因为原来推荐系统是什么呢？就是各个分支，比如我要先看到朋友的，然后再看到这个朋友的朋友的，然后再看到国际大事的和重要媒体的，然后呢把所有的这些推荐的东西搁在一起，然后再进行混合。以前是这么工作的，说现在上大模型，我们要让整个的系统用统一的模型进行推荐，一次性给你推出来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创举。可能以后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完整的模型推荐出来的图文信息、视频信息都混在一起的，而不像现在似的大家比如说 Instagram 的就是 Instagram Threads 就是 Threads， 然后 Facebook 就是分开的以后我们可能就在一个统一的信息流里就看到所有的一切了。这个是真正会改变互联网底层逻辑的事情Meta、谷歌、Twitter、TikTok 基本上都是靠这个东西活着的。如果真的能够把大模型应用到推荐算法里边去那么我们可能就真的会看到新的一次这个AI 革命真正能够产生效益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是讲的第一点。然后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 AI Studio。它也要上一个 AI Studio， 因为 AI Studio 谁都上，微软有 AI Studio， 谷歌有 AI Studio， Meta 也做了一个 AI Studio， 而 Meta 做的 AI Studio 就干一件事给每一个人做一个自己的 AI 助手，然后干嘛使呢？就是用社交媒体的时候它呢直接用 Meta 自己的内容进行训练微调一个小模型，再配合 RAG 或者叫做本地知识库，可以不断的补充新的信息，拿这个小模型去替我们回答问题像我现在以我为例吧，我每周会去处理一次大家的评论，对吧？周三下午一般会处理完了以后，把有趣再跟大家念一遍，对吧？但是呢，这个如果我有了这样的一个工具，我就可以随时随地的处理大家的评论。我出去干活了，我出去这个玩耍了这个 AI 机器人都可以给大家回复，对吧？我们的 Discord 群里头有这么多的这个分支，我又没有办法在里边去每一个分支都照顾到，我就可以让这个我的 AI 助手在里边去回复，哪怕说他不回复，对吧？他给我过一段时间总结一下，说，哎，最近大家都在聊这几个事儿呢，你是不是要去参与一下或者他可以来征得我的同意，或者在我的授权之下进行回复这件事我就替你回答了那件事情我们这个叫什么呢？这个要问一下我的意见，你准备怎么回答，还是说就不说了，对吧？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更多的千手千眼的、无处不在的参与到各种社区的讨论里头去，对吧？这个是真的是我很需要的一个东西然后每个人呢，其实都需要分饰不同的 AI 角色有不同的 AI 助理模型。你比如说我是不是应该在 Facebook 的回答问题里头有一个在 Discord 里头有一个，我是不是在 Twitter 里应该再有一个大家应该是回答不同的问题在 Facebook 里头可能我也在做，在 Instagram 里再做一个这个可能才是真正我需要的东西。甚至未来我可能照了照片以后，我就直接把这些照片都放在一个库里让他自己去挑选好的照片给我发到 Instagram 上去这个不也是一个挺有趣的事情吗这个是非常有用那么在所有的平台里边
就会形成一个新的风向，就是一旦大家开始把这种 AI 机器人用起来以后，是什么呢？就是所有的平台都会变得热闹起来因为每个平台都有我们的替身在替我们回答问题，所有的平台都会产生信息大爆炸那么所有的平台也就都会失去壁垒。比如说吧，我们经常有人说，你有 Telegram 没有？你有这个微信没有？你有这个 Discord 没有？你有这个 Twitter 没有？那以后这些东西我都有你们在任何地方提了问题，我可能都可以去回答，这是多么有趣的一个事情，对吧？那么他们就不可能说再把一个人限制在某一个特定的小平台里头那么当这些小平台失去壁垒之后，这些大平台就可以依靠成本和变现能力，直接把小平台都挤死，对吧？这个也对于Meta来说是有商业利益的嘛。那么在网络上，每一个人都可以依靠这种小模型的帮助，成为超人这个也是可能未来的一个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实现的东西然后这个扎克伯格也讲了，说未来他的这种 AI 助手不会是文字，而应该会成为虚拟形象你们以后可能再去聊天的时候就发现，在这坐着一个长得像老范一样的人在这儿跟你回答各种问题了这不也是挺有趣的一个事情？甚至他可以开出这样的直播来，对吧？挨着个的把大家的这个评论都点出来，然后挨着个的跟大家解释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是什么呢？第三点是开源是未来不受限制的构建，恢复开放的黄金时代这是他讲开源怎么好这个我们就不在这里详细去讲开源到底好在哪儿坏在哪儿这件事儿这个对于中国的 AI 行业来说开源一定是非常非常好的，没有拉玛就没有中国 AI 现在的风起云涌也没有 PyTorch 的话，咱们如果没有 PyTorch，中国的整个的 AI 体系也是转不起来的，对吧？包括他开的这个叫 Open Compute Project 对整个中国的互联网云建设都是有重大意义的。再往后一个讲的是模型不会一家独大，从小到大的模型都有应用场景因为 OpenAI 就认为你都应该在我这儿用不要用其他人的。虽然它有 GPT-4o mini 这样的模型出来但是呢，它还是说你都要在我这儿用那么现在Meta就讲了，说没必要405B 的这个我们就是做这种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任务当然 405B 呢也给英伟达提供了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因为405B 这样的这种模型在英伟达的单块显卡上跑不起来你还是要用 NVLink 这样的新技术也不叫新技术吧，就是英伟达成熟技术才可以把这些显卡连接起来，把这个 405B 跑起来这个黄仁勋也是乐得嘴都合不上了就是你要跑 405B 你就老老实实到英伟达来买显卡来然后70B 的基本上处理各种业务是够的因为我前一段时间也是使用各种大模型基本上到70B，绝大部分的问题都可以解决了。然后8B 的，对吧？这个在各种的 AI PC 里就可以用了，微调之后可以成为各种专才比如说编程的比如说你让他去做这个法律咨询，让他去做 AI 客服，8B 的绝对够了。今天谷歌还新发了2B 的模型叫 Gemma 2 2B， 这个叫2B这个在 AI 手机上完全可以跑起来效果还不错这是讲的第二块，就是我们不同大小的模型大家自己去用，而且大家要去用8B 的模型去训练各自的专有模型这样才会有不同的模型去完成不同的事情这是讲的再有一块。然后呢，再往后呢讲的是叫 Segment Everything 2是这样的一个大模型，又更新了，更新到第2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型呢？叫做分割一切。这个 Segment Everything 呢，在去年是发布过一版就第1版发布过，我应该当时还录过节目。对，然后呢，它这个模型做的事情就是你给它一张照片，不需要标注，不需要训练，它就可以把照片里边的所有的物体都识别出来，挨着个给你列出来都是什么。然后先年发布的这个 Segment Everything 2呢，它是可以把所有的视频里的内容
直接都给你分拆出来啊，说这个是牛啊，那个是马，这个是猪，那个是羊啊，这个是牛奶，那个是什么东西，他都给你认得清清楚楚的。然后扎克伯格还在现场炫富，对吧？他说：“你看啊，现在认出了一个视频，上面这些牛啊，是他的叫考爱岛牧场的牛，是扎克伯格自己牧场上的牛，对吧？他呢能够把这些牛认出来以后，他们准备啊，这个扎克伯格跟这个黄仁勋准备把这个牛杀掉了，好好吃一顿啊。那么这种可以分割和识别视频内容的大模型，未来是有非常大的应用场景的。而且注意啊 ，Segment Everything Two 是个开源模型，大家现在就可以荡下来可以用了啊。扎克伯格在现场举的案例是什么呢？就是监控能力可以极大的提升。这个我以前啊，公司丢东西的时候，我是去看过监控的，那个经历实在是太可怕了，对吧？因为你需要长时间的去盯着这个监控去找这个片段去，啊，这个非常非常麻烦，因为视频它是线性，啊，现在的话，当你有了这种啊分割一切模型以后，你就可以直接问模型说，哎，什么时间点你看到有人进来了啊，或者什么时间点这个门动了呀？它就可以直接通过语言和文字去对视频进行检索，对吧？这个是非常强大的啊，这个整个的很多工业上的东西就可以被极大的赋能了。前一段时间，马斯克其实也还演示过一个视频，就是在他的推特账号里演示过一个视频，是用 AI 模型去观察一个咖啡店，他就会算好了哪个店员在聊天，哪个店员做了几杯咖啡，哪个店员在休息，对吧？哪个店员跟顾客之间是如何去沟通的？这个看着有点吓人啊！当然这种模型肯定中国的厂商会第一个拿来用，用完了以后呢，就可以让马楼们、让这些牛马们，对吧？老老实实的干活，然后不可以有任何的私下里边的自由空间啊，这个是完全可以实现的。所以中国一定会快速的去应用起来这个 Segment Everything Two。再往后呢是两个老直男讨论了一下时尚问题。为什么讨论时尚呢？因为扎克伯格去做智能眼镜去了啊，就是他那个眼镜上是有摄像头的啊，说这个东西很漂亮，而且呢可以不停的换啊，你的衣服呢可以大家始终穿一件啊，但是这个眼镜你可以换来换去的啊，这就是两个老直男对于时尚的理解吧。啊，这个做完了以后还互换了皮夹克。啊，这个他们其实上一次开一个什么会就已经换过一次皮夹克了，啊，但是黄仁勋的皮夹克呢是都一个样子，所以他换来换去你看不出来他换过。这个穿上这个皮夹克一看就是黄仁勋的皮夹克，啊，据说他那个皮也挺贵的啊。上一次呢是马斯克给了黄仁勋一件这种，应该是橙色的这种皮大衣啊，是这种加棉的皮大衣，戴帽子的这种。然后这一次呢，他们两个人还是换了皮夹克啊，当然又是黄仁勋标准款的皮夹克给了扎克伯格。扎克伯格呢，这一次用的是同样款式，就是他自己那种，他很喜欢这种就是很厚的这种半长的皮衣啊，戴帽子的这种比较宽松啊。然后呢，但这次他送的是黑色的所以他们两个又换了一件皮夹克这就是两个这个老直男对于时尚的所有观点最终的总结是什么呢？就是扎克伯格呢还算是为 AI 指明了方向，而且扎克伯格指明的这几个方向呢，都是 AI 未来有可能能挣到钱有可能能够在这块有正常的商业模式的地方这个是非常可贵的。它比山姆奥特曼的那种大空话还是要落实的多。那么新的时代就要到来了互联网的底层真的要被 AI 重构了。原来互联网底层是没有被 AI 去改变的，还是推荐算法。现在 AI 要进入互联网底层了，然后每一个人都可以被 AI 赋能这个也是非常棒的一个事情。然后所有的场景都可以被 AI 渗透对世界的理解也可以进一步的给各种的系统赋能，当然也可以给中国这种血汗公司赋能，或者给中国政府赋能，这个都是可以做的我发现做监控这件事情上，中国如果说是第二，全世界没有任何国家敢说是第一这块咱们还是做的最好的。全世界大概绝大部分的监控摄像头都是中国人造的那么最终呢，就是
啊，大家都去买英伟达的显卡啊，都去用美塔的开源系统啊，这就是他们两个进行了一晚上的访谈所得出的最终结论。好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第2个故事。好，看看大家有什么评论，我们再聊一聊。国外待的 out 了啊，饭圈怎么成了贬义词了？是这样的啊，这个国内它有饭圈文化啊，饭思哲怎么样？哎呀，这个太高贵了，用不起。饭否是曾经被封掉过的一个国内的平台啊，所以这个不能叫。既然中央可以随便印钱，当然也不存在地方没钱，是中央不给钱。对，中央不可能随便给他钱，你给了这个，其他人怎么办？所以就是中央印完钱以后，再往下的各级政府就要守规矩了。这个也不叫随便印，但确实印的是很多啊。范闲啊，范闲也是小说人物啊。洗个拉夫大会，我经常去的啊，好吧，这个看来是这个图形图像圈的啊。其实说没钱，某种意义也对，虽然印钞权，但是经济不循环，结果是一样。对，现在我们的最大问题就是经济循环不起来。无意冒犯啊，我感觉属于典型的缺乏独立思考的那种，别人那么一说，你就那么一听就行了啊。这个其实我觉得这样，就是大家思考完了以后，大家讨论啊，我们并不觉得谁就擅长什么，谁不擅长什么，对吧？像刚才有一个人说，哎，老范你不擅长谈经济，我不觉得我不擅长，对吧？大家都可以聊两句，咱又不是经济学家，也不是说要去进讲的那种人，咱们自己开心就好了嘛。苹果干掉了它的广告业务，是的，那是真的80%-90%的收入都从这里来啊。昨天大跌8%，哎，昨天是涨了13吧，还是前天涨了13？反正是最近在来回跳啊。农民进城可以自带干粮啊，西安的羊肉泡馍就是自己带的这个饼，好吧？这个是这么来的吗？不是吧？老黄与他的大客户们，是的，这个基本上是这样的啊。这个 SIG Graphs 啊，或者叫 SIG Graph 啊，基本上就这么一帮人啊。既然说无意冒犯，那就不要对别人的观点做什么定性。是的，四舍五入相当于小扎帮老范啊，帮老黄做了回转介绍。对啊，所以他们两个在一块儿真的是天作之合。华为交这个钱是不是为了能更好的合规搬走别人的东西，然后对内说自己原创，继续封神遥遥领先？你这个呢，就真的是不了解开源圈了啊！这个你不交钱，你也可以把人搬走，然后也可以说遥遥领先，这没问题的。交钱的目的是什么？交钱的目的是成为整个的这种基金会的高级会员，对吧？他们是可以决定这个软件未来向哪个方向发展的，对吧？交了钱以后你是有权利的，所以华为四处去交钱啊，这个包括咱们讲的 W3C 委员会里头9个核心成员里的唯一的一个中国人也是华为，对吧？因为我们以前的公司做浏览器嘛。也是 W3C 委员会的会员，对吧？我现在还是在那个 W3C 中国的那个群里头的，这个大家都是为了在里边去享受权利的，这种权利怎么享受？比如说下边这个东西要发展了啊，这个甭管是 PyTorch 还是 W3C 或者各种标准要发展了，发展了以后大家要做来投票的，说这个东西应该向哪个方向发展。然后这个方向发展行不行啊？你如果华为投反对票或者什么这样的，它就会绕一个方向去发展，这个才是交钱真正的意义啊！就是开源是这么玩的，你交不交钱都可以拿代码，对吧？而且你交了钱，成为他的董事之后，你说我直接把人家的代码拿回来违反开源协议，然后去喊遥遥领先，反而不行了，你反而要遵守这个规则你要往自己身上套一些枷锁在身上，对吧？这个是。就是华为在做开源这件事情上，已经比国内的绝大部分的厂真的是遥遥领先，它就是从理念上，从真正的规则玩法上，它比国内的厂要明白。
什么时候聊搜狗零队漏洞？搜狗这个没太研究啊，回头去研究一下。我快要去机场了啊，还是坚持多聊了几句啊。好，聊吧。来了啊，终于赶上了第一次直播啊，欢迎点赞点赞，挂后台跑步啊，欢迎。叫饭局啊，不能叫饭局，因为有网局了。这个政府不是没钱，政府也是没有信心。对，因为这一次讲的是我们要对所有这种，懒政啊，或者是躺平的这些官员要如何如何，就是他们首先要有信心，而这个官员有信心这件事儿呢，是可以用简单的行政手段啊去调动起来的，对吧？这个对于民众来说，你们要有信心，你们要去消费，这事儿没用。但是对于官员来说，哎，你们任何人不允许这个躺平啊！你只要说了一句话了，他是有敌人的，他是有竞争对手的，这些人就会纷纷的出来举报说，哎，谁谁谁啊懒政了啊，谁谁谁出问题了，对吧？他会瞄准他屁股底下这把椅子，让你自愿啊！赶上了，赶上了啊！欢迎我们又来了一个会员。念错字了，冀东南，好吧，冀啊不念义，这个承认。SAM2 真的是为中国人量身定做，绝对的，这个就冲这个，就值得给他颁锦旗，让全国所有摄像头都有了应用场景。国内那些摄像头供应商识别算法准确率一言难尽。是的，但现在就可以使它的了，对吧？如果 SAM2 应用起来，老黄的卡应该是一片广阔的蓝海，绝对的。买它的 H20回来啊，这个可以用的。饭点迷，这个你们慢慢想啊，这个我们回头再去研究叫什么名字的问题。晚上好啊，来晚了没赶上评论，这个不知道讲什么主题啊。第一个主题是讲的城镇化啊，第二个主题我们再讲黄仁勋跟扎克伯格的访谈。饭点儿，我觉得可以啊，这个看老范就到饭点儿了啊，这个可以，这个也算是一个备选项了。有些国外网站挂梯子访问不了啊，关掉梯子访问怎么能访问？怎么回事啊？这个关于梯子的所有问题一律不回答啊，回答梯子问题是违法的。你们这不是坑我吗？今天也大跌了，好吧？上蹿下跳才正常嘛。啊，老黄跟开源圈其实还是有恩怨的啊，尤其是当时 Linux 驱动的事情。是的，老黄其实自己并没有那么支持开源，特别是他的 CUDA 不开源是现在因为他挣钱盈利的最主要原因。大会上图形图像的论文最多最优秀，是的，这个会确实如此啊。国内我估计应该是浙大的人去的多，因为国内图形图像最好的应该是浙大 CG CAD 实验室。这个没用过啊，没有什么东西是真安全，你一定要记住这句话。但其实最可恨的就是遥遥领先这种明知故犯的货，他其实不犯啊，就是他会在规则范围内去做事情，而且他会把规则研究得很透。SAM2 让 AI 有了侵入现实的能力，但是没明白周围包括推上对这个的讨论都不多。是，这个东西其实非常恐怖，非常重要啊！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讨论啊？10v10啊，王者我其实一直没太玩起来。现在官员不躺平就会犯错了。所以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就没有错。但是现在有些人想做，就可以去举报身边的不做的官员啊。马化腾是不是也特别恨苹果？马化腾还好了，中国最恨苹果的人其实是周鸿祎。为什么呢？因为周鸿祎当年是在苹果上直接被全网下架，下架了以后，当时是齐向东还是什么一帮人跑到苹果总部去想去求情，连门都进不去。
周鸿祎最后放弃了这个苹果市场，放弃了出海，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苹果。SAM 我一直在用啊，这个做了图片转3维的程序，我觉得你还是要用更这个什么的一些方式啊，就是更，我想怎么说呢？更符合人性的一些方式来去使用 SAM 和现在的 SAMR。好啊，这个我们的问题是不是差不多了？我们今天也聊了2个小时了，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今天人一直不多啊，看来今天这个话题大家不是很感兴趣。我之前接触过用紫光摄像头的项目，自带的识别功能只能满足大概20个场景的少数行为，准确率不到80%。那以后可能就上这种东西了呗。那么再讲一讲这个啊，就是那本周的会员节目让我明天好好整理一下来录这个网证跟网号的这个呃坏的地方吧，对吧？好的地方我们已经在公众频道里讲过了啊，这个明天来干这件事儿。然后再往后的话，看来真的该去讲这个 AI 是不是泡沫这个话题了啊。这个话题其实就是我准备了很长时间，一直没想讲。这个为什么呢？因为我一直不太希望承认它是个泡沫，但是现在泡沫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了。这可能就是周日来放吧，明天让我休息一下。而且8月份有可能会带着孩子出去转转啊，如果出去转转的话，就有可能会停更啊。先跟大家打个招呼，要是先讲皮，估计人能多一些，好吧？我原来一直以为大家喜欢听这种国内的这种事儿呢啊，这个下次先讲皮衣了搞2块 RTX 406016跑本地模型靠谱吗？其实你用4060一块儿的话，你去跑一些20-30B 的模型是可以跑起来的啊，没什么太大问题。这个2块儿的话，你最好你既然有2块儿，你干脆去买4090就算了呗。2块儿的话，跑这种70B 的模型应该是可以跑的。现在还有民用主板支持这个显卡交火吗？这什么叫交火吗？辛苦辛苦啊！不，SAM2对于一般用户来说不够性感，它没法给到直接的交互，但是对于服务层的提升是非常巨大的。有了这个东西和没有是绝对的。你比如说你在仓库里头发现，哎，这个一进来人了啊，或者仓库里头有什么东西倒了，有什么问题啊，你拿这个 SAM2直接去做识别的话，这个效果好的一塌糊涂。这个不要乱叫名字啊，这个辛苦大家，周末愉快，好，再见。